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豆腐三鲜汤这么好喝呢？其实这里面是有技巧的。今天有时间，我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在家里面也能炒出饭店的味道。首先准备一块老豆腐，切成 0.5 公分左右的厚片，然后再切成 0.5 公分左右的小长条。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最后我们再把豆腐叠起来，切成 0.5 公分左右的小方块。豆腐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老豆腐，因为在制作的时候不容易碎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的大小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把切好的豆腐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着往碗中加入1勺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开水。今天的豆腐我们不要焯水，我们加入开水浸泡10分钟左右，目的是去除豆腐里面的豆腥味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200克的新鲜香菇，去掉香菇瓣，然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把香菇清洗一下。因为香菇生长在室外，表面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，像视频中这样，把每一朵香菇的里里外外都清洗一下。清洗完之后，我们再把香菇给下刀。今天的香菇不要焯水，我们尽量的切薄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，也方便入味。香菇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含有丰富的氨基酸以及各种矿物质。平常我们多吃一些香菇，对身体非常的有益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着准备一小块胡萝卜，把胡萝卜切成薄片，我们尽量的切薄一些，然后再切成细丝。胡萝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，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。最后全部把胡萝卜切成小丁，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小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再准备几根清洗干净的香菜，我们把香菜切成小段。香菜不仅可以搭配颜色，而且可以增加香味，喜欢吃的我们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我们把香葱直接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。全部切好以后，和香菜放在一起。接下来准备一小块去皮的老姜，先切成姜片，然后切成姜丝，最后全部切成姜末。姜末我们也要切小一些，老姜有增加食欲的作用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漂亮一点的小碗，往碗中打入2个公鸡蛋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拌鸡蛋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朝太阳下山的方向搅拌，这样才能够搅拌得更均匀一些。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调个碗汁，空碗中加入1大勺生抽和少量的陈醋，然后再加入1大勺的食盐调味，接着再加入1大勺的鸡精提鲜，然后加入少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。用勺子充分的搅拌一下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空碗，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我们要来调个水淀粉。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淀粉完全溶解在水里面。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现在的豆腐也已经泡好了，同时泡出了很多的豆腥味。我们就把豆腐控水捞出来，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制作，准备一锅开水，把切好的姜末放在开水中，
然后我们再把切好的胡萝卜碎也倒在锅中，接着我们把豆腐也倒下去，保持大火，把锅里面的汤汁烧开，用勺子稍微的推动一下，使所有的食材受热均匀。接下来把切好的香菇也倒在锅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花菜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。接下来我们把锅里面的一些腐木全部捞出来，这样就不会影响成品的美观。香菇我们一定要稍微的多煮一会儿，大约煮2分钟左右，充分的把香菇煮熟。接下来把调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，稍微的翻拌一下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接下来我们把水淀粉少量多次的倒入，喜欢吃浓稠一点的我们就多加一些，喜欢吃稀一点的我们就少倒一些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能一股脑的全倒下去了，不然的话很容易结坨，而且很容易粘锅。用勺子推动一下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调成视频中这样的粘稠度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我们关火，把准备好的鸡蛋液呈线状倒入，这样做出来的蛋花才更加的漂亮。全部倒完以后，我们再开大火，把锅里面的汤汁烧开。鸡蛋比较容易熟，我们煮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。如果煮制的时间太长，鸡蛋很容易老，那样就会影响口感。大约煮10秒钟左右，我们就把切好的香菜也放在锅中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豆腐3鲜汤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，往碗中加入切好的香菜和葱花，有条件的我们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增加香味。把豆腐汤盛在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干燥的秋天，来上一碗这样的3鲜豆腐汤，真的是暖心又暖胃。稍微总结一下，豆腐一定要用开水浸泡10分钟左右，去除里面的豆腥味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